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欢乐万家不仅是赵丽颖的一次重大飞跃，也是普通人迷茫时的良药。之前看这个节目的时候，觉得这个名字听上去很自然，而且新闻里也说是省题材，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关于牧场主存在的普通节目。从这里开始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赵丽颖的印象就是《杉杉来了》里的薛杉杉，是《花千骨》里的小骨头。我一般认为是符号秀，我真的没想到赵丽颖竟然演这种话题，好感兴趣。在节目开始的时候，我看了最初的几集，但我没想到她会变得疯狂，我一直看到她直到大结局。第一幕是赵丽颖饰演的何兴福在万家庄搭便车。看到这里，我很快就掌握了剧名的两面内涵。何兴福不仅嫁给了万家庄，最后整部剧也符合了全家满意的理念。我真的从这个节目中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：一、理智勇敢地为你的特权而战，而不是霸道的混蛋弱者。赵丽颖只是剧中惯有的省小姐，她没上过多少学。她与妈妈和姐姐住在一起，并为姐姐学习做自己的忏悔。不过，她又是一个奇怪的女人。姐姐被折磨后，她立即进行了报复。她无法忍受吞下自己的声音。她说，个人必须是明智的。她要求澄清并声明遗憾。她说她没有制造问题，但考虑到所有事情，她并不担心不便。二、尽量不要满足于眼前的存在，让自己继续过上优越的生活，不管是不是画蛇添足，多尝试。婚后，何兴福不仅监视着眼前的那片土地，还试图寻找其他方法。在发现王庆来在蔬菜开发方面具有不俗的专业知识后，购买蔬菜的人一直以劣质蔬菜为代价接受自己的蔬菜的动机，仅仅是因为结果还不够。何兴福勇敢地与采菜者签了协议，到银行去贷款建苗圃，增加创作。何兴福一直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，不管苗圃是不是最近才建的，镇子里有没有要的，何兴福同样在有效地争夺自己的特权，并没有因为一次不幸而失去对未来的信任。同样做了一个愉快的汽车旅馆。三、每当开门的时候，要诚实守住它，不计较小得失。何兴福在找工作的时候，虽然只是在关涛律师事务所办事，却格外的可靠。此外，我一直在努力学习和提高，我需要成为前线工作区域。在关涛和他们真正心疼的同伙前来调查的时候，无论他们是否听懂了语言，他们都没有忐忑不安。后来，管涛的公司扩大了，作为老兵，他依然在前线工作紧张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四、不卑不亢，自立自强，遇到问题不责备他人，自由自在地处理问题。何兴福的另一半王庆来到城里后，找不到合理的工作，他普遍认为他的兄弟姐妹应该出现。在他通过兄弟姐妹的未来父亲结婚，成为安全员后，他开始威胁他人。何兴福一直在跟他说，不要想着让别人帮忙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。在设置资产开汽车旅馆的同时，在酒店的生意一开始就不好的时候，何兴福不由自主地想了想，他并没有因为周围的人有钱或有血缘关系而依赖别人，而是试图把自己的事业做得很好。看来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何兴福在戏里有任何意义或委屈。当他们遇到问题时，他一直试图解决问题，不管问题有多大，他都不能被打败。在看剧的手法上，真是让人想，万一你又在何行福身上发现了一些问题，你会那么努力地寻找出路，还是干脆躺下任其走？当然，由于他远非戏剧创作，因为女主何幸福，她的很多问题迟早会解决，但我们不能最好地看到解决后的乐趣，但另外想办法做到这一点全部。
尽管年轻人说的有点混乱，但事实上，我们中的很多人比真实的幸福状况要高得多。不要纠结于在网上寻找解决方案，干脆开始做，只要开始做，远比单纯的想要高。02玄烨随后上线，诚意银发好看不凡。时隔一段时间，《沉香如屑》播出到《沉香种花》第2部1、2，应原地赴玄烨借助程怡表演正式开播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出，玄烨就是修罗王，一个长得好看的反派。虽然玄烨和应远是父子，但他们的立场和志向却是截然相反的。该打架了，不知道严丹的剧情会是什么？看得出来，玄烨戴着钢铁面具，气质霸道。在修罗王看来，任何人都变得这么好看。与应元帝的义气相比，他是天底下的巨大异物。玄烨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另外，银发真的很适合他，真的很好看。玄烨在台上一见便有过人渣的经历，而应远追杀战神的小心翼翼也变得非常值得应远了解。老实说，应远追求自己的妻子，真是让人心碎。事实上，玄烨和应远虽然不是一个对等的角色，但也有可能是借助程毅来演的。应元帝转世入凡间，唐周太心疼，而应元转世又牵扯到天下太平。唐周陪着进门，如今玄烨出来了，面相平平，老老实实的看着应远现在不再被过多的束缚，和自己的爱人一起安安稳稳的谈恋爱。头脑。不过现在剧情最好到了高潮，最后的收尾应该是应元严丹的满意收尾了。